财富是人类思考能力的产物。最可怕的内疚是接受一种不劳而获的罪恶感。我们正快速接近最终倒置的阶段，政府可以为所欲为，而公民只能得到允许才能行动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，是以蛮力统治的阶段。理性并非自动的，否定理性的人无法被理性所征服。不要指望他们，放过他们吧。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是被实现的渴望所驱使，而不是击败他人的渴望。问题不是谁会让我去做，而是谁能阻止我。真理不是为所有人而存在，而只为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准备的。实现你的幸福是你生活中唯一的道德目的，而那种幸福不是痛苦或盲目的自我放纵，而是你道德完整的证明，因为它是你对价值实现的忠诚的证明和结果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形象中建立他的世界，他有选择的权利，但没有逃避选择必要性的权利。金钱只是一个工具，它会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但它不会取代你成为驾驶者。文明是朝向一个私密社会的进步，野蛮人的整个存在是公开的，受到部落法律的统治。文明是使人从人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。我以我的生命和我对生命的热爱起誓，我永远不会为他人而活，也不会要求别人为我而活。政府唯一的权利就是打击罪犯，当罪犯不够多的时候，人们就会制造罪犯。人们宣布许多事情都是犯罪，以至于人们无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生活。地球上最小的少数派是个人，否认个人权利的人不能自称是少数派的捍卫者。我不是为了拥有客户而建筑，我有客户才有建筑。爱是一个人价值观的体现，是你在性格和人格中取得的道德品质所赚得的最大回报，是一个人为从另一个人的美德中获得快乐而付出的情感代价。矛盾是不存在的。每当你认为自己面临矛盾时，请检视一下你的前提，你会发现其中一个是错的。有祭祀的地方就会有人收集祭品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在服务之处就有人被服务。对你讲到牺牲的人，是在谈论奴隶和主人，并且意图成为主人。如果任何文明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须拒绝利他主义的道德观。所以你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，你有没有问过所有金钱的根源是什么？恶需要受害者的默许。武力和思想是对立的，道德的终点是枪支的起点。潜在的政府是对人权最危险的威胁，它在法律上垄断了对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使用武力的权利。比循规蹈矩更懦弱的层次，时髦的非循规蹈矩者。幸福是一种意识状态，它源自于个人价值的实现。问问自己，天堂和伟大的梦想应该等待我们在坟墓里吗？还是应该属于我们在此时此地，在这个地球上？一座建筑物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完整性，而且同样稀有。每个问题都有两面，一面是对的，另一面是错的，但中间总是邪恶的。最难解释的是那些大家都决定不看却显而易见的事实。实现人生不等同于逃避死亡。当我死去时，我希望去到天堂，无论那到底是什么。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和政府的迫害一样具灾难性，政府对国家繁荣的唯一有益之处是不要插手。
正如人不能没有身体一样，没有将权力转化为现实的权利，思考、工作并保有成果的权利也无法存在。这意味着财产权利。道德的目的是教导你，不是为了受苦和死亡，而是为了享受生活并活下去。历史上有很多人踏上全新道路的第一步，只凭着他们自己的远见。绝对不要说以武力行善是一个好动机，贪权和愚蠢都不是好动机。金钱要求你卖的是你的才智给他人的理性，而不是你的软弱给他人的愚蠢。上流阶级是一个国家的过去，中产阶级是它的未来。金钱是一个社会美德的晴雨表。要取得成就，你需要思考，你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要说我爱你，必须首先能够说出我。欲望预示着实现它的可能性，行动预示着值得实现的目标。个人权利是将社会纳入道德法则的手段。权利不是数字的问题，在法律或道德上，不存在对个人禁止的行为，但对群众允许的事情。上帝，一个唯一的定义是它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存在。从最小的需求到最高的宗教抽象，从轮子到摩天大楼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人的一个属性，它理性思维的功能。让领导者指定自己的航向的人，就像是被拖向报废场的失事船。逃离任何告诉你金钱是邪恶的人，那句话是即将到来的掠夺者的麻风者的钟声。人们创造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害怕直视。你只需要直视，看到路。当你看到它时，不要只是盯着它，走就对了。只有那些不需要财富的人，才能够继承财富，那些不论从何处开始都能发财的人。当人类学会理解和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就像他正在学习理解和控制作物和家畜的行为一样，他或许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变得文明了。然而，人类独特的回报是，尽管动物通过调整自己来适应环境来生存，但人类则通过调整环境来适应自己来生存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